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田家博。在2022年英雄联盟 MSI 上，最终安安季成功击败 T1，加冕为 MSI 3冠王。能在舆论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夺冠，足以证明安安季这支队伍的韧性。而 T1 作为东道主，未能在本土捧杯，能感觉到选手们赛后都很沮丧。不过相信看了比赛的小伙伴都知道，在关键的第5局中，Faker 再次沦为了突破口。安安季通过不断针对中路，让 Faker 彻底崩线，而 Faker 后面也开始买了针眼，仿佛已经主动放弃了 C 的机会。在比赛之后 ，Faker 直言本届 MSI 上没有印象深刻的选手，之后也表示输掉第5局是自己无法保持专注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结果就在6月21日 ，Faker 的一场韩服排位中的言论再次引发争议。大家都知道，之前 Faker 和 TS 晴天的事情引发了很大的节奏 ，Faker 一度被扣上了放地图炮的帽子，而且这件事之后，晴天受到了惩罚。Faker 则表示，这件事过后，晴天会更快的成长。结果这次 Faker 在韩服排位中再次破防，并且怒斥中国玩家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起因是一局排位中 ，Faker 用了中单永恩，而打野是个猴子。前期猴子入侵野区失败，但 Faker 随后遭到了对面的针对，打得也很难受，并且支援下路的时候也送了人头。但是在一波先锋团中 ，Faker 认为猴子玩得有点问题，而且只要自己一黑就切屏看猴子。随后 Faker 表示这个猴子智商有点低，而这个时候猴子一直发起投降 ，Faker 明显感到不爽。随后 Faker 表示这个人应该不是职业选手，也不是韩国人。채팅을 저렇게 시비 거는 사람들은 근데 특징이 지능이 굉장히 낮은 것 같아. 50 이 친구 프로는 아니겠지 설마? 한국 사람은 아닌 것 같은데. 这波言论让不少 LPL 观众怒了，论坛上有水友直接发帖嘲讽，并且引发了不小的争议，认为 Faker 虽然有点被演的味道，但是不该这样暗讽中国玩家。而且这种话很容易被理解为 AOE， 毕竟之前 Faker 就因为 AOE 言论招致节奏，结果在这件事火了之后 ，T1 也惹上了新节奏，甚至官博下面有人开始进行吐槽和嘲讽。实际上，之前 Faker 的韩服排位就出现过一些节奏，甚至杜云碧曾暗示一些人排到 Faker 绝对不敢演。因为韩权有人专门盯着 Faker 的排位情况，所以演员只要被认出就指定会被封号，甚至有一段时间韩服大面积封号，不少职业选手都中招了，一些主播买的韩服号也被封禁。要知道买号是花钱的，因此一段时间内韩服的演员少了很多。而 Faker 这次被演，主要还是因为和路人在游戏中产生了分歧，爆发了一些矛盾，所以这个猴子才开始这样搞心态。对于 LCK 和 T1 来说 ，Faker 是图腾一样的人物，而且在全球范围内 ，Faker 都有着很强的影响力，所以 Faker 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了玩家们关注的焦点。而这次排位破防 ，Faker 主观方面肯定也不想 AOE。毕竟之前和晴天的事情让很多 LPL 观众感到不满。另外必须要承认的是 Faker 在 MSI 之后，无论在 LPL 还是 LCK 的论坛上都出现了不少关于他的负面的声音，甚至 T1 还给喷子们发了律师函。至于这次排位破防事件后续是否会引起连锁反应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那么对于 Faker 的言论，大家有何看法？下面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LPL 昨天比赛的消息。LPL 在昨天进行了一场焦点对决，而且按照 LPL 官方的赛程安排来说，这两支热度最高的战队之间的对决，因在春季赛播放量上，安安季和 WBG 排名前2，两支队伍因此在夏季赛被安排了更多的黄金档，但两支队伍之间的比赛却没有安排在周末。从比赛精彩程度来看，安安季和 WBG 的这场对决是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， UZI 也是多次直呼这比赛太精彩了。 WBG 在最后的决胜局中，因为下路被直接打穿，口子太大导致输掉比赛。比赛中 Zesha 也被 Breeze 单杀，但是 Zesha 还是通过对线打出了不少的补刀领先，并且在中后期的团战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。按照客观角度来进行分析，
泽晒这一局确实是有失误的，但是如果这局没有泽晒的铁男 ，WBG 会更快的输掉比赛。如果要分锅的话，这局下路发挥是最差的，其次是中路，下路对线被穿，中路打团无作用。而在输给RNG之后，泽晒也是破防了，心态受到影响，在短暂调整复盘之后，直接去打排位了，而且一打就是一个通宵，连轴转打了10场的排位，一直打到今天早上的7点半才去休息。这个强度说实话就有点大了，先打了一场高强度的 BO3 比赛，歇了几个小时，又打了7个小时的排位，可见泽晒对于这场比赛的胜负是相当看重的。输掉比赛后，可能是对自己的表现不太满意，就去加练了。目前的这个比赛版本，猪妹上单是火起来了。面对猪妹上单，其实泽晒的这一手铁男效果还是挺好的。如果说泽晒没有动杀心，对线是成功的。即使是被单杀的情况下，泽晒还是领先大量补刀。与此同时，泽晒自己也在练习猪妹这个英雄。猪妹在对线期利用被动的猪皮，搭配自己的一套 QW 或者 WQ 平 A 接4环 E 技能的一套不讲理连招还是蛮强的，而且猪妹配合打野的能力确实很强，而且很难规避，铁男有大招就可以更好的防 gank。 泽晒在这个版本中最擅长的还是杰斯和天使，拿不到的情况下，泽晒需要用其他英雄也打出好的效果。因为如果一个选手能在一个比赛版本中掏出3个或者3个以上，只要拿出来就让对面难受的招牌英雄，那么这个选手就可以被称之为顶级水平。很多观众都想要看泽晒重新拿出吸血鬼和剑姬，但是目前为止，泽晒还没有拿出过这些自己曾经最擅长的英雄。如果他这2个英雄能打出效果，不管是面对哪支战队，泽晒都会成为让对面非常头疼的点。阿博认为，夏季赛开赛之后，泽晒的一个整体状态还是不错的，稳定性不错，而且数据面上他的伤害占比以及伤害转化率都是排在第1位，制造伤害的能力还是顶尖水平。只不过 WBG 的双 C 太容易在团战中迷失，导致很多局面下 WBG 的团战打不过对面。其实 WBG 这支队伍能和 LPL 的任何顶尖队伍都打得有来有回，就能证明这支队伍其实实力是不差的，不能称之为顶级，但也得是次顶级水平。阿博认为 WBG 本来状态极其不稳定，容易整活的一个上野，夏季赛开赛后的状态其实一直挺好的，这样的 WBG 本有机会拿到更高的名次，但双 C 以及辅助的表现确实还是差一些。以大方向上来说， WBG 的团战能力不行，细化到选手就是双 C 不能给予稳定的输出表现。如果说下路的幻风能够打出春季赛常规赛前半段的那个表现，或者安九能重新回归到 S10 世界赛的那个状态， WBG 都能成为 LPL 的顶级强队。最后还是希望 WBG 的几个选手能够好好调整好状态，解决自身的问题，争取后面打回来。